他每天都用便便喂鱼，瞬间遭到鱼儿们的疯抢。没想到的是，这种吃便便长大的鱼却成了日本人最爱吃的美食，甚至吃成了日本濒危动物。咱们中国人很快嗅到了商机，大力发展鳗鱼产业，并把鳗鱼苗天价卖给日本养殖户，价格高达1公斤35000美金。尽管价格昂贵，但日本还是不得不从咱们中国进口。请大家把福气2个字打在评论区。鱼吃的便便其实是用小麦和鱼粉混合而成的高级饲料，精心饲养1年半才能达到上市标准。蒲烧鳗鱼是鳗鱼最主要的吃法，裹着秘制酱汁的鳗鱼，经过炭火的烤制，发出诱人的鲜香，入口滑嫩又浓郁，让人回味无穷。为了让人们更加方便地吃上蒲烧鳗鱼，这种现代化的生产线也应运而生。刚刚宰杀的新鲜鳗鱼会被整齐地放在传送带上，并缓缓送入烤鱼车间进行炙烤。在烤制之后，会进行连续3次的酱汁涂刷，随后进行最后1次的烘烤。成品包装后就可以通过冷链送进千家万户了。这款鳗鱼已经售出超过20万份，买回家只需简单加热就可食用。它外焦里嫩，肉质鲜美，一袋里面就是一整条鱼，足足1斤重，搭配上热腾腾的米饭，足够3个人吃到爽。左下角最近正在搞活动，天冷了赶紧吃起来吧。他的头和手长在了一起，连续40年用手撑着睡觉，就算强行把手拿开，但很快又会自己撑起来。虽然睡觉过程中头会不停的摇晃，但就是不会掉下来，就算翻个身，也很快用另一只撑起来，就很神奇。节目组怀疑他装睡，但老婆说他40年来都是这样的，这么睡40年，胳膊真的没事吗？只见大叔干起活来一点都不含糊，端起100斤的水桶都轻轻松松。大叔还说这种睡眠姿势不仅手不会麻，还睡得更香了，甚至还救过他的命。这又是为啥呢？他说之前家里闯进一个小偷，小偷看到他的奇葩姿势，还以为是睡梦罗汉，直接就吓跑了。附近邻居家都被偷了，唯独他家没有丢失任何东西。后来邻居都学他这样睡觉，他根本坚持不了5分钟。那他为啥会有这种迷惑行为呢？大叔说自己从18岁开始，医生说他患有间歇性的呼吸障碍，奇葩睡姿让舌头阻塞了呼吸道，所以有时在睡眠中会无意识的呼吸暂停。为了健康，必须要改掉这种睡眠方式。最后大叔也表示不再当睡梦罗汉了。和大叔有类似爱好的还有下面这个男人，他睡觉必须要抬头，把头固定住，甚至可以旋转360度，直接吓傻了围观群众。不仅如此，手腕也可以360度转动，手指都能做出反人类的动作，2只手合在一起，很轻松的就能把手背掰到后面。工作人员尝试了一下，差点没骨折，他连脚后跟都能翻转到前面，离远了看差点分不清前后。高难度的瑜伽动作也不在话下，身体极度扭曲，即使连专业的瑜伽教练看到都被吓了一跳。他们说从来没会行为大赏。他家客厅成了墓地，每天早上都会出现上万只死掉的蜜蜂，蜜蜂尸体能装满3个垃圾桶。然而更多的蜜蜂还在源源不断的涌进来就算把纱窗打开，蜜蜂也不走，好像屋里有什么东西吸引着它。主人也是惨被蜜蜂围攻，蛰得满头大包一到晚上更夸张，整个天花板都会震动，还会传出一种怪声没办法，晚上只能睡在卧室的帐篷里。然而邻居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，附近呢也没有养蜂场，那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偏偏选择他家？他家是有什么东西在吸引蜜蜂吗？真的奇怪第二天节目组再次上门，主人说今天死掉的蜜蜂很少，工作人员敲了敲天花板，里面也没有发出嗡嗡的声音，难道是一夜之间都死了？节目组用热像仪也没有检测到任何温度，决定打开天花板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找来了专业养蜂人，一打开就发现一个硕大的蜂巢，蜜蜂也都活着，还发现客厅出现的蜜蜂都是通过电线孔钻出来的。原来当蜂巢内部温度过高时，蜜蜂会扇动翅膀来通风，就会出现嗡嗡的声音。之所以现在蜜蜂安静下来，是因为天气降温了，它们1年只能生产出1个蜂巢，现在有6个蜂巢，说明它们已经在天花板生活6年了。那没什么好说的，直接给蜜蜂搬家，最后还收获了17公斤的蜂蜜。主人说这就算6年的房租费了。然而下面村庄发生了更离奇的事，每到凌晨1点，整个村子就会传来龙的叫声。村长说声音是从半年前开始的，每到凌晨1点就会准时响起，一直持续到早晨不戴耳塞根本没法睡觉，很多人受不了都搬走了。有村民认为是之前开山采石动了龙脉，而节目组却认为是锅炉的声音，但村长说自己早就检查过了，锅炉一切正常。节目组继续寻找声音来源，这时一个类似的声音传来，来到屋内才发现是缝纫机的声音，但声音非常小。缝纫机表示这个锅我不背，那难道是管道施工惹的祸？但施工队表示从来不会
会在凌晨施工，一时间关于声音的说法越来越多，听起来也越来越灵异。又来到了凌晨，节目组全体动员，在村中各个角落寻找声音来源，还安装了声纳设备来监控。不一会儿，声音准时响起，大家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，正是锅炉所在的位置。声纳设备也检测出声音就来自村长家的锅炉。这就很尴尬了，村长还是不肯相信，明明自己检查过的。锅炉售后人员排查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，锅炉上一个电磁阀产生了滑动，导致了这种不寻常的声音。维修完毕，村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同样在凌晨出现诡异声音的还有下面这个公寓，每到凌晨4点，整个公寓就会传来敲门声，有时候是玻璃球掉地上的声音。声音是从5年前开始的，每天持续4个小时。声音出现时，整个房间都有回声，墙壁都会震动，很多人都无法安心睡觉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神经衰弱。有人干脆在外面租房住。物业也调查过原因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最终声音还是没有停止，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什么奇怪的声音都会出现。节目组在公寓不同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。又来到凌晨4点，敲门声再次响起，1小时过后又变成了玻璃球滚动的声音，声音竟然高达90分贝。要知道啊，地铁站声音也才81分贝。工作人员发现用铁锤摩擦瓷砖产生的声音和玻璃球掉落的声音很像，怀疑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节目组在其他楼层安装了更多的摄像头，想找到这个人。接下来就是等待声音的出现，但是1晚过去了，完全没有出现任何声音，连续几天声音都没再出现。其实已经没必要再调查了，很明显了，恶作剧的人就在公寓里，至于是谁就不好说了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做了个回访，物业表示自从节目组采访过后，声音就没再出现过，这下都能安心睡觉了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吃冰淇淋要加辣椒酱，一口下去冰火2重天，还说口感很像奥利给。咖啡里也要加入半瓶辣椒酱，搅拌一下一饮而尽。他说餐厅的辣椒一点都不辣，会随身带着一瓶秘制辣椒酱。吃炸酱面要先来上1勺免费辣椒，再加入自己秘制辣椒，好家伙，直接成了辣椒拌饭。旁边大哥闻了一下就辣到咳嗽，吃完呢记得喝点水，水里也要挤入辣椒酱。更奇葩的是，喝感冒药也要加辣椒酱，还说这样容易出汗，好得快。剩下的一点药汤里再加上米饭，这样更有食欲了。感冒好了就要吃烧烤，喝啤酒那自然少不了辣椒酱，喝这么一杯顶过去2杯。不仅如此啊，连他7岁的儿子都酷爱辣椒酱，米饭必须拌辣椒才能吃，连黄桃罐头都要蘸辣椒。刚开始工作人员还以为是番茄酱，尝了一口，厉害厉害，和他爸爸一样，他喝水也只喝辣椒水。不仅是辣椒，各种各样的芥末也是他的最爱，如果不给吃他就会哭。那他们真的健康吗？经过检查，医生发现父亲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儿子很幸运，暂时没发现问题，但医生还是建议少吃，毕竟正在长身体，要多吃有营养的东西。如果吃辣有段位，下面这位大妈也属于王者级别，她10分钟就能吃完1盆辣椒，这就是她今天的午饭。为了增加口感，她会用辣椒蘸辣椒酱，嘎嘣脆，好像吃黄瓜一样。她竟然没有丝毫反应，这该不会是假的吧？工作人员决定尝一下，咬下1小口，差点被送走。大妈淡定地看着一切，不一会儿就干完了1盆。为了测试她能吃多辣，节目组准备了世界各地的辣椒，大妈看着两眼放光，这么多辣椒看着就好吃。首先出场的是来自墨西哥的胡椒，大妈说还不错啦，很甜。接着是烟熏辣椒，吃着像柿饼。第3个是来自泰国的辣椒，吃起来脆脆的像薯片。一旁的工作人员都看乐了，再次尝试，还是辣到不行。大妈感觉很莫名其妙，根本就不辣嘛。虽然大妈很能吃辣，但也有她吃不了的东西，她不能吃洋葱和大蒜，一吃就会满脸通红，甚至会吐血。为啥会出现这种奇葩现象？医生提取了辣椒素，对大妈进行感官测试，把沾满辣椒素的棉签插入鼻孔，大妈一点反应没有。医生认为大妈对辣椒素不敏感，而大蒜之所以辣，是因为含有大蒜素，大妈对大蒜素非常敏感，所以才会觉得辣。即使这样，我觉得大妈也属于吃辣的王者级别了。然而下面这位小姐姐表示不服，冰淇淋加辣椒酱，这是她的神仙搭配，她一天就要吃3瓶辣椒酱，橱柜里也摆满了各种辣椒酱，每顿饭都要加上新鲜的辣椒段，还说辣椒能帮自己释放压力。现在她要挑战当地最辣的炸酱面，还要求厨师多放1斤辣椒面。即使这样，她还是不满足，在面上又加了辣椒段，吃得一脸惬意，周围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节目组给她准备了3种当地最辣的食物，第一个是辣炒年糕，刚吃一口她就笑了，没什么感觉嘛。第2个是辣酱咖喱，这个有一点点感觉，很快就干完了1盘。第3个是魔鬼辣鸡腿，仔细品尝下还是一点反应没有。她说从来没有吃到过让自己感觉辣的东西。听到这话，节目组放出了大招，端上来一盒死神辣条，是用世界上最辣的龙息辣椒制作的，辣度是普通辣椒的220倍。据说这玩意儿只能中午吃，很多人吃完都坐上了依维柯大金杯。小姐姐也重视了起来，扎上头发，准备好牛奶，挑战开始。她一口吞下
下去，仔细嚼了嚼，还不错。刚开始有点甜，后面有一点点辣。即使这样，他依旧一滴汗都没出。不过这样吃辣，屁股受得了吗？经过检查，医生说他患有轻微的食道炎和痔疮，必须要改变饮食习惯了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天生就有2个胃，一次能吃100个肉夹馍，吃自助餐盘子都能堆到天花板。老板被狠狠上了一课，但这仅仅只是开胃菜。接着来到路边摊，又吃掉了10份烤冷面，这属于他的餐后甜点。这样下来，一顿午餐就算吃完了。来到公司直接冲进了厕所，还说自己消化快，一天就要拉8次，放屁都比别人臭。每天都是上班、餐馆、厕所3点一线。下班后他来到一家烤肉店，先要了10斤五花肉垫垫肚子，烤到滋滋冒油，一次夹上3块，再放上1勺芥末，一口吞了下去。很快10斤肉就进肚子了，现在感觉有6分饱了。回家又做了1份辣酱拌饭，还加了1管芥末，说自己完全感觉不到辣。之所以这么能吃呢，是因为自己天生有2个胃。工作人员肯定不信啊，带他来到医院，医生也不信，从来没听说过有2个胃的人。接着给他做了胃镜检查，医生的表情逐渐严肃起来，看起来好像真的有2个胃。接着又推他照 CT， 观察他的消化过程。当他吃下东西，胃部很快凸出来一大块。医生说其实他没有2个胃，只是他长期暴饮暴食，胃被撑大了1倍而已。为了健康必须要控制饮食，小哥也表示会慢慢改变饮食习惯。之后他还做起了美食博主，给大家传递健康的饮食理念。和他一样，下面这个小哥从小就与众不同，他背上长了一颗巨大的黑痣，从脖子一直延续到后背，上面长满了毛发，又粗又硬。工作人员摸了摸，非常扎手。小哥说刚开始只是一个小黑点，慢慢的就长成了一大片，甚至腿上也长了大大小小的黑痣，走到哪都是别人议论的焦点，围观群众都看懵了。但小哥很大方，还主动让人摸摸看，满足他们的好奇心。小哥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，不会刻意把黑痣隐藏起来，别人的指指点点小哥并不在意。然而小时候却不是这样的，上学时一直遭到同学的嘲笑，都说他是怪胎，还给他起了很多外号，这让他很自卑。老师一直鼓励他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首先自己就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，让内心充满正能量，不要在意别人异样的眼光。从那之后，他会大方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。妈妈说之前家里穷啊，没钱给儿子看病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。不过呢，节目组就是大气，直接带小哥来到大医院，医生检查了半天，说因为黑痣一直在生长，现在要先确定黑痣是否病变。接着一番全面检查，医生给出的结论是可以慢慢的逐步去除黑痣。听到这话，小哥对生活更加充满希望。我觉得小哥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然而下面这家人更神奇，他全身没有骨头，把手按在凳子上，他可以围着凳子转圈，正常人手臂只能转200度左右，他却能转360度，还说一点都不疼，圆规画圆都不用倒手，一气呵成，洗碗也变得很方便，还上过节目，主持人都看懵了。然而他其他部位却非常僵硬，脚踝能转动的幅度很小，把腿绷直，双手也够不到地面。他觉得自己手臂没有关节，所以才能旋转360度。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，节目组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。医生说他的肩关节和肘关节活动范围比正常人要大，骨头并没有什么问题，而且这种技能好像还遗传，他女儿也能360度转动啊！不仅如此，他弟弟也有过人之处，弟弟天生就有个长舌头，足足有10厘米，舌头轻轻松松可以舔到鼻子，如果借助外力的话，甚至能够碰到眼睛。和朋友一对比，比朋友的舌头长2倍，吃酸奶都比别人吃得干净，酸奶底部被舔得干干净净，狗见了都流泪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舌头？医生检查过后说，一方面是有遗传原因，另一方面经过他长期训练，舌头附近的肌肉很发达，能很好的控制舌头，经过测量足足有10厘米，好像已经打破了世界纪录，真是奇奇怪怪的一家人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把风油精涂在眼睛上，一天就要用掉1瓶，边涂还边笑，说涂完神清气爽。大叔随身都带着2瓶，家里到处都是风油精，看电视的时候涂，开车的时候涂，半夜也要涂1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，怕他涂死了，而他自己却说自己根本离不开风油精。这又是为啥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涂眼睛上不过瘾了，直接用风油精洗脸，看样子也不错，洗完精神抖擞。那他到底为啥要涂风油精？真的是奇怪。周围人也是看得一脸懵逼，真的不会疼吗？旁边的大叔决定试一试，结果直呼辣眼睛。这时啊，他终于说出了涂风油精的原因。原来大叔之前眼睛受了伤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偶然用了1次风油精，竟然能看清楚了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风油精了。但风油精真的有那么神奇的功效吗？医生猜测，在风油精的刺激下，大叔眼泪分泌旺盛，使得眼睛非常湿润，这可能是帮他看清楚的原因。但风油精对眼睛有非常大的伤害。经过检查，大叔的眼角膜确实受到了严重损伤，风油精没能治愈他，反而加重了病情，必须立即停止使用风油精，还给大叔拿了专门治疗眼睛的药物。所以说有病就要对症下药，不要相信偏方。和他比起来，下面这位尼姑更奇葩，他把洗衣液涂满全身，
每天都要涂好几次，一天就要用掉3瓶。诵经累了就要往身上涂洗衣液，外面散步的时候要涂一涂，工作时也要涂。总之不允许身上有干燥的地方，就连洗澡都是用洗衣液，先往盆里倒入满满1瓶，蹲在盆里就洗了起来。洗衣液直接成了他的沐浴露，家里还存了上百箱的洗衣液。然而这仅仅只是1个月的量，他1年内用掉的洗衣液足够别人洗17年的衣服。更奇葩的是，他洗衣服呢却从来不用洗衣液，还说用洗衣液洗衣服就是浪费。节目组很担心他，而他自己却说正是洗衣液救了他的命。这又是为啥？原来啊，去年他遭遇了入室抢劫，受了严重的外伤，虽然恢复了健康，但皮肤依然瘙痒不断。有天实在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涂了一点洗衣液，没想到皮肤一下就不痒了，还治好了自己的脚气，从此就一直使用洗衣液了。节目组还是担心他的健康，带他来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伤口愈合的时候痒一点是正常的，但由于洗衣液的刺激，他的皮肤变得很干燥，还得了皮炎，必须停止使用洗衣液。他也很听话，回家就把洗衣液都丢了，用上了正规的护肤品。和他一样有奇怪癖好的还有下面这位奶奶，她把凡士林涂在眼睛上，每天用1盒，已经这样做了30年，涂完还要做眼部运动，耳朵后面脖子上也不能少，再挖上一大勺涂在膝盖上，说可以治感冒，脚上也不能少，据说治脚气一绝。肚子疼呢就涂在肚脐眼里，手上有伤口也可以用，还说能加快伤口愈合。凡士林在他这里可以说是包治百病，一天就要涂3次，家里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凡士林。医生说虽然凡士林有滋润皮肤的效果，但是要适量。奶奶呢却什么话都听不进去，因为她认为自己亲身体验过凡士林的神奇效果。奶奶出门可以不带钱包，但不能不带凡士林。来到公园就开始锻炼，爬上爬下，看起来身体确实很灵活。这还没完，奶奶还展示了自己的绝活劈叉。要知道奶奶今年已经80了，然而她的迷惑行为还不止这些。晚上睡觉前会拿2个木棍在身上来回敲打，说可以疏通经脉。为了健康，她把大部分时间都拿来锻炼身体。那她现在情况如何？医生检查过后说奶奶的眼睛出现了角膜发炎，不能再往眼睛上涂凡士林了。凡士林带给奶奶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，对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，运动才是她保持健康的最大原因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监控每天都能拍到一个神秘物体，通体白色，还带2个小翅膀，一闪而过，速度极快。刚开始呢，工厂保安认为是塑料袋之类的东西，但每天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。员工在监控附近找了半天，都没有看到任何塑料袋，诡异的现象不断出现。工厂另一个监控也拍到了奇怪画面，有一束强光射在地面上，好像是外星飞碟在盘旋，同时还能听到狗在大叫。出来呢，却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光束只能被监控拍到。这件事很快惊动了工厂老板娘，老板娘呢是个文化人，她才不信什么飞碟之类的，让员工用纸飞机模拟白色物体，在监控前丢出纸飞机，监控显示纸飞机全身也发着光，和刚开始拍到的物体很像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之前的白色物体肯定也是个什么垃圾之类的。老板娘又让员工用强光手电模拟光束，虽然在监控上能看到强光手电形成的光晕，但是和之前稳定的光束完全不同，无论怎样模拟都达不到之前的光束效果。老板娘怀疑监控设备出了问题，找来监控售后人员检查了半天，售后却说设备一切正常。哎，真的是奇怪。节目组又架起了多个摄像机，也拍到了神秘的光束。没办法了，请专家吧。专家左看右看，说这束光看起来和普通的光线不一样，光束很稳定，不会扩散，这是地球上的光源做不到的。难道真的是外星飞碟？专家左思右想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，还真成了未解之谜。同样遭遇怪异事件的还有下面这座寺庙。寺庙里的荒废电梯每晚都会传来诡异的哭声，声音是从这个缝隙里传出来的。电梯底下好像住着什么东西。师太说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声音就会立马停止，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，关键这是佛门净地，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，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，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。有一次师太吹口哨，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。那会不会是小动物之类的？师太说下面全是水，不可能有动物能存活的。那这电梯下面到底是什么？节目组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，左看右看，除了一滩死水，里面啥都没有。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师太想吹口哨引起这东西的回应，这次未能如愿，里面还是静悄悄的，实在没办法了。节目组决定拆电梯，还把电梯里面的水都排空了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爬了下去，环顾四周没有看到任何生物。工作人员不放弃，继续翻找，突然一只树蛙跳了出来，难道声音就是他发出来的？专家再次听了下录音，哎，还真是树蛙的叫声。之所以声音和平时蛙叫有差别，是因为它们正处在发情期而已。解决了寺庙的问题，下边的玩具又出现了新问题。这个玩具频频传来怪声，只要静静的听，就能听到滴答滴答的声音。他有次还看到女儿半夜跟玩具对话，这把他吓了一跳。女儿却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玩具，真的是奇怪，一个实木玩具怎么可能会叫？有时候主人气不过，用力敲2下，它又会稍微消停一会儿。不过凡事要讲科学，节目组用话筒录下了
了这个怪声音，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，对录下来的声波进行了波长分析。专家说声波间隔不一样，很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，应该是某种生物移动时产生的声音。真是见了鬼了。主人拿着玩具又找到了一位木工，木工研究了半天，说自己没有听过这种声音，这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，所以床里真的有某种生物吗？主人做了个奇葩的决定，把玩具带到了医院，干嘛呢？上 CT 机。医生们也是第一次给床做 CT， 看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奇怪的地方。这个木头边框里面有个3厘米的东西，经过反复实验观察，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，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。看到这个东西，夫妻是想哭又想笑，原来都是他在搞鬼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50年收藏了4000多种可乐，现在拿在手上的是世界上第1款可乐，已经超过了100年，瓶盖都是用的木头塞子。很多人想喝的82年可乐，他这里多的是，什么造型的瓶子都有，全是脑洞大开的设计，从最胖的到最花里胡哨的都有，还有各种限量款的可乐，有的瓶子上都镶了钻石，还有奥运纪念可乐、美国队长可乐。他还收藏了很多可乐周边产品，就比如可乐主题的录音机，因为都是非常稀有的限量版，收集这些花掉了好几百万。节目组仔细数了数，足足有4000多种。大叔还说会一直收藏下去，要打破世界纪录。然而下面这个大爷的收藏能点燃你的心。大爷在涂口红，但其实这是打火机。他转身又吃起了饼干，其实还是个打火机。他30年收藏了6000只打火机，家里墙纸都是打火机做的，各种你意想不到的打火方式。看着是把锤子，其实是打火机。灯泡也是打火机，牛奶盒都能出火，螃蟹钳子喷火，你能信？灭火器都能出火，这就离谱了。包包能打火，高跟鞋也可以，最小的和1元硬币差不多，小是小了点，但照样能打火。最大的就要用2只手抱着，要说是燃气灶我都信。最独特的要数下面这个，火焰可以分叉，这些火机来自全世界各地。这一款就是来自加拿大的牙刷火机，他每周都要挨个清理一次。打火机已经成了他的精神寄托。然而下面这个大叔的收藏也很费钱，他花100万收藏了5000部手机，全是你没见过的，有设计成香蕉玉米的，保龄球也是电话，超人都背着电话来电就会蹦迪，还有来电就会吐丝的蜘蛛侠电话，易拉罐也是电话，连鞋底都能设计成电话，密密麻麻摆满了房间，地板上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。工作人员数了数，光客厅就有2000部，另一个房子更多，但大多都是智能手机，一共算下来有5000部，并且这些都安装了电话卡，都能正常使用。节目组随即拨打了几个，果然就接通了。他说每月光套餐费就得5万块钱，为此连周末都要去兼职。妻子也觉得这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，考虑再三，他决定做出改变，把手机都卖掉了，还给儿子买了一屋子玩具。他终于想明白，亲情才是最值得收藏的。和他一样，下面这个人也喜欢收藏，只不过他只收藏座机，整个仓库摆满了座机，一共有3000多部，100多年前的古董电话都有。神奇的是，电话竟然还能使用，不过要先摇动手柄发电才能打电话。大叔演示了一遍，插上了一个什么模块，然后真就拨通了工作人员的手机，通话音质非常好，就好像穿越了一样，很神奇。大叔还打算开一个手机博物馆，把这些不常见的电话展出，供大家欣赏。然而下面这个大爷的收藏更有价值，他5年收集了3000万个烟头，每天都要去街上捡烟头，一天就要捡1万多支，捡满1箱就要封存起来。5年内收集了300多箱。晚饭后他又去捡烟头了，还说现在捡的最多。来到饭店门口，果然发现了很多，不一会儿就全部捡干净了，即使垃圾桶里的烟头也不放过。有人说经常看到他整晚都在街上捡烟头，下雨天也不例外，只要大爷出现的地方就绝对不会允许有烟头。那为啥大爷会痴迷于捡烟头？大爷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警告那些随意丢烟头的人，还说这样能让自己锻炼身体，感到非常快乐。和大爷有同样爱好的还有这只乌鸦，只要看到有人抽烟，他就会发起攻击，趁其不备直接一口夺下香烟，接着把香烟捣碎丢进垃圾桶。小哥说自己每次抽烟乌鸦都会出现，好像是针对自己一样。工作人员假装抽烟，看会不会遭到同样待遇。乌鸦仔细观察了一会儿，假装毫不在意的路过，突然一个箭步向前叼走了香烟。所以无论是谁，只要抽烟就会成为他的目标。香烟到手，接着又用翅膀把烟弄灭。为啥他会有这种迷惑行为？专家认为他是想把香烟的气味涂抹到翅膀上来驱赶寄生虫而已，很多鸟类都会这样做。好吧，原来如此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婴儿车被包了起来，里面时不时传来怪叫，没有人知道婴儿车里面是什么。大妈整天推着婴儿车流浪，晚上就睡在公共厕所，这样生活了10年。问他为啥不回家，他却说家里有个怪东西会隐身，就算在外面冻死也不敢回去。即使在外面，他依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跟着自己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白天他又毫无目的的流浪，拿出一盒猫罐头开始吃，还往婴儿车里放了一点，这才看清楚，原来婴儿车里面还有一只猫。经过一番沟通，大妈同意带我们去家里，他家门上安装了5把锁，里面还
有一道防盗门，进来后要赶紧用一个柜子挡住，屋里窗帘紧闭，没有一丝光亮，并把所有家当都放在了衣橱里，甚至包括电饭煲。节目组安装了摄像机，想要拍到大妈说的那个怪东西，然而一夜过去并没有任何发现，就发现大妈行为举止很反常。只见她半夜好像听到了什么，惊慌的来回走动，还时不时跪在地上，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。节目组很疑惑，大妈神秘的指了指天花板，说你难道听不到声音吗？那个怪东西就躲在天花板上呢。但工作人员并没有听到任何奇怪的声音。节目组觉得这一切都是大妈想象出来的，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经过长时间的沟通，她决定去医院。一番交流下来，医生说她患有妄想症和精神分裂，必须尽快吃药治疗。原来啊，之前她妈妈生了一场大病，因为没钱治疗嘛，很快就去世了。没过多长时间，父亲也去世了。她感觉自己没有保护好父母，从那时起内心充满了愧疚，只有在人多的大街上才能避免内心的孤独，只要在房子里就会产生屋里有别人的幻觉。相对来说呢，下面这个大妈就正常多了，鸡蛋连壳一起吃，一天要吃1斤蛋壳，大妈已经吃了10年。香蕉在裤子上蹭2下啊，直接连皮吃，再来一口带皮的橘子。哈密瓜带皮吃，甚至连苹果核也要吃，这样吃不会吃出问题吗？而他自己却说这是外壳救了他的命。这又是为啥？他也不解释啊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果壳不过瘾了，直接吃起了生板栗，看样子味道也不错啊，2口就能吃下一个。大妈的闺蜜都很担心她，叫她来吃饭改善一下，没想到啊，大妈却把饭菜扔在一边，拿起蟹壳直接开灶。她边吃还边嫌弃，说螃蟹啊还是生的好吃，接着又把朋友吃剩的鱼骨头用菜叶包起来，几口就吃了下去。那她为啥要吃这些呢？真的是奇怪。到目前为止，带皮的水果没有什么是大妈不能吃的啊，即使是榴莲它也是带皮这个没有。大妈说果皮才是好东西，有营养，而且自己很健康。接着她终于告诉大家吃这些的原因。原来啊，当年她得了很严重的胃溃疡，有天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吃了带壳的鸡蛋，没想到喂了一下她就不疼了，从此就走上吃壳的道路。节目组也带她去检查了，胃病真的好了，身体啥毛病没有，但医生还是建议大妈少吃，不然很可能会损伤肠道。一定要吃的话，最好中午吃。和大妈一样，下面这个大爷也是狠人，他把洗洁精当沐浴露，白醋当洗面奶，食用油拿来护肤，还说比护肤品好用。13年来都是这样护肤的。护肤3部曲安排上，第一步往毛巾上挤入洗洁精，接着往全身涂抹，脸上也不能少，拿水一冲，第一步完成。接着倒出白醋，均匀的涂抹在脸上，拍打促进吸收。最后一步往皮肤上涂抹食用油，保湿又美白。他说白天要用玉米油，晚上用花生油，这样保湿效果最好。工作人员摸了摸，果然很光滑。这样一套下来的话，就可以上烧烤炉了。不仅如此，大爷刷牙也要用白醋，说可以消菌杀毒，口气都变得清新了呢。至于牙膏嘛，有别的用处。只见他往手上挤入半管薄荷味牙膏，接着就开始洗头了。你别说，泡沫还挺丰富的。大爷说这样洗完清爽自然，工作时也要随身带着白醋，没事就要拿出来涂一涂。看电视也不能闲着，连妻子都不能理解大爷的奇葩操作，直接把妻子熏走了。为了达到更好的保湿效果，他还会用食用油自制面膜。不得不说皮肤看着细腻了很多，医生也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。由于大爷年龄大了，如果继续这样操作的话，皮肤可能会恶化。这种护肤方式好不好不知道，反正我感觉挺入味的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个植物一天能长3米，100年才会开1次花。神奇的是，大妈只养了1个月就开花了。几天前，大妈刚从医院出来，就遇到了一个怪和尚，什么都没说，就把这棵植物送给了大妈。自从这植物来到家里，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，大妈的身体也在一天天好转。大妈认为这些都是这棵植物带来的，觉得植物被高僧开光了。从那时起，大妈每天都会精心照料，浇水都是用山泉水，嘴里还一直念叨着撒浪嘿呦。刚开始呢，它只是冒出了一个小尖尖，没想到一夜之间长到了3米，而且还在不停的往上涨。节目组架起相机近距离观察，植物肉眼可见的变大。那这棵植物到底是什么？为此节目组请来专家小亮来鉴定这个热门生物。专家觉得很不可思议，说这东西根本不会生长在这里，当地的环境不利于它生长，长成这么高非常罕见。原来这种植物叫龙舌兰，这根长长的就是它的花茎，最后会在顶端开花，据说100年才会开1次花，但只要开花后它就会急速衰败枯萎，一生也只开1次。几天后龙舌兰真的开花了，看起来好像一把火炬，上面还泛着光，蜜蜂都被吸引来了。它现在的高度达到了4米，全村人都来围观，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见。据说龙舌兰开花就能实现愿望，众人纷纷低头许愿。然而下面这只小香猪表示不服，他家的宠物小香猪1个月就长到了300斤，2个男人都抱不起来，肚子
子都快碰到地板了，还长出了3下巴，本来是个迷你猪，结果现在一对比，主人变得很迷你，他直接从佩奇变成了八戒。有次主人想要抱一下结果闪到了腰，当时卖家还郑重承诺，迷你小香猪长不大，最多不超过30斤，假一赔10。可是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主人才发现自己上了当，佩奇不仅能吃，而且长得飞快。主人找卖家售后，卖家说可以赔你10倍，你把货退回来，我们重新给你发10只小猪仔。主人一想，不对啊，我这不成养猪的了吗？毕竟养了这么长时间，都有感情了。主人决定给他减肥，第一步带上计步器，一块行走的五花肉上线了。刚走了2步他就躺下了，主人以为他至少能走30分钟，结果他要休息30分钟。第2步吃减肥餐，用食物引诱他走路，结果主人却累瘦了。最后主人想到一个绝招，给佩奇制作了一个结实背带，前面吊上一根他最爱的胡萝卜。你别说效果不错，他走路积极多了。几天后再次上秤，减肥效果非常明显整整减掉了半斤。最后主人表示会一直陪着佩奇减肥，希望佩奇能变回迷你猪。然而变大的不止佩奇，下面这家房子里也有个大东西，每天都有个不明生物趴在他家窗户上偷窥，上面还留下了巨大的指纹，纹路非常清晰怎么擦都擦不掉，而且只要太阳出来它就会消失。一到晚上呢消失的指纹又重新出现，只有卧室的窗户会出现这种现象，就算更换了新窗户，指纹还是会出现。诡异的现象持续了好几个月，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节目组呢全程监控，结果一直到深夜都没有出现什么怪东西。白天一看呢，指纹果然消失了，这很不科学。那会不会是窗户本身的质量问题？卖家说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，猜测是玻璃生产过程中吸盘导致的这种痕迹，但是现实中并没有那么大的吸盘。节目组在工厂继续寻找线索，玻璃的存放方式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，上面出现的纹路和家里指纹很像。老板说刚生产出来的玻璃很热，需要在下面垫上一层厚厚的油纸，那指纹会不会就是油纸印上去的？随后专家对着油纸分析了半天，说了一大堆我听不懂的，反正总之结论就是玻璃上的纹路还真是油纸印上去的。至于白天指纹就会消失，是由于温度升高导致的。主人这下放心了，说以后不用再换窗户了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